这节课我们来装 TuneScale 23.10。那么安装的话，无非就是从物理机上直接安装，或者说我们通过虚拟平台，然后创建一个虚拟机的方式进行安装。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错，然后呢你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专业知识的话，我是非常建议你去装这样一个虚拟平台，因为这样的话你除了 TuneScale 还能装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这边装了一个软路由，然后呢像 Windows 啊，然后像 KBS 的集群啊，我这边也有装，包括一些其他的应用。那这样的话这台机器的配置就不会浪费。那你可能要问了， TuneOS 里面它也有一个虚拟化，那么我为什么不是在物理机上直接装 TuneOS， 然后在它的虚拟化里面我再去装其他的虚拟的机器呢？答案其实很简单， TuneOS 这种想大而全，所以它包含了虚拟化，但是呢像 EXS 啊，人家是专门做这个，它是一个平台啊。那么商业机使用，它有多台的 EXI 机器，它的所有的虚拟机可能是成千上万的，它是非常专业的。那么相比 TuneOS 虚拟化可以说是云泥之别。那所以你的机器不错，然后又比较喜欢折腾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先装 EXI， 然后在这里面再去装 TuneOS， 否则的话你到时候会比较折腾一点。那么这个有点题外话了，但是我的确看到有一些小伙伴他先装了 TuneOS， 然后发现一些功能不足，或者说要做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然后再去装 EXI， 然后再导来导去，非常的麻烦。好，那么我们来正式安装。那么访问我们 TuneOS 官网之后呢，点右边的 Get TuneOS， 在这边点第二个 Download TuneScale， 然后拖到最后这边问你要不要注册，你直接点不要，谢谢他，然后点这个下载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原来已经装了 2.0 或者 2.12 的话，那么可以点这边去下载它的手动更新包，那么到时候直接在系统里面去更新。那后面有一节课是将我直接从正式环境的 2.12 去升级到 23.10 的，那如果你是升级的话可以去看我那节课程。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最小硬件要求。那么2核的64位 CPU 还有8G 内存，这是非常容易达到的，在现在这个年代。那么硬盘这边的需求呢，他说最少有一个 16G 的 SSD 作为启动盘，也就是你的系统盘。一般来说你给它 128G 或者 256G 的 SSD 就够了，因为它只是做系统盘，这个盘是不会加入到你的硬盘值当中的，所以你不用给它太大，因为你也用不了。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网卡，那么一般的消费级网卡它也都能，因为它是基于 Debian 的，它是一个 Linux 发行版，那正常的网卡驱动它都有。如果你跟我一样也需要先安装 EXSI 这样的虚拟平台的话，那么你要注意它对消费级的网卡支持是很差的，因为它是面向企业级的，而且它越高的版本对那些老的硬件兼容性就越差，因为它把很老的硬件它的驱动把它全部去掉了，那这是你要注意的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正式安装。那如果你想在物理机上直接安装的话，可以参考我后面的制作启动盘的视频。 OK， 我们创建一台新的虚拟机，然后取一个名字，这里系统选择 Linux， 然后系统版本的话我们要选择 Debian 11。 Debian 12虽然是最新的，但是 TuneScale 它是基于 Debian 11的。选择我们要装的硬盘，CPU 我这边全给它。内存的话我们就按照建议的 16G，然后硬盘我给它 50GB。 在这里我们选择它的安装进项，下一步，然后点完成，点到我们新创建的虚拟机，然后打开电源，我们直接回车开始安装。第一个选项直接回车。那这一步呢是让我们选择安装系统的那个硬盘。如果你的硬盘很多啊，可以用光标键去选择你要安装的那个硬盘。那选定之后呢，我们按一下空格，那么你要安装的那个硬盘前面就会有个信号，然后我们按回车确认。然后这里弹出一个警告，如果你要在这个硬盘上安装的话，你的所有分区啊、数据啊都会被清除掉。那么它后面还有一个注释，它说不太推荐 USB 的硬盘去安装。那么我们点 Yes， 这个界面让你选择 WebUI 用哪个账号去访问。第一个是 Admin， 也是它推荐的选择。第二个是 Root User， 也就是我们权限最大的这个用户，那么它这边是不推荐。第三个就是让你自己去设定用户，那么我这边呢默认的选择第一个。然后我们要填写 Admin 的密码，填写完密码回车之后呢，它会问你是否要创建 Swap 分区，也就是我们在磁盘上的虚拟内存。我这边建议大家选择不要 swap， 那如果你确定是要 swap 的话，它到时候创建好系统，你在创建好池的时候，它就也会有一个默认的池，它会把它创建一个 swap 的，这个你到时候可以自己去改的。
那这边我们就选不要 swap。这个界面让你选择启动方式。那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硬件都是支持 EFI 启动的，除非你的硬件比较老旧，比如说10年多前的，那你可能需要用传统的 BIOS 的方法去启动。那一般来说，我们直接选择 EFI 启动就可以了。那经过一段时间安装呢，它这边提示已经安装完成，那么我们点 OK 重新启动就可以了。这里已经启动到它的正式界面，我们回车。好，那么我们的系统呢已经启动完毕，左上角是我们获得的 IP 地址，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IP 地址来访问一下，输入我们的 admin 还有我们刚才设定的密码。OK， 我们成功登录，那么这节课呢就到这边。